量时代，很多艺人选择稳妥路线，维持人气，守住话题就足够。然而，王一博却偏偏走向另一条更危险、更孤独的道路。他没有停留在偶像的安全区，而是主动把自己推向极限。一次悬崖上的生死挑战，加上一场被外界称为美人鱼式蜕变的形象转型，构成了他近阶段最震撼的双重冲击。为什么说这是双重震撼？因为这不仅是体能上的考验，更是身份与气质的重塑。悬崖意味着危险、未知与恐惧，美人鱼则象征柔韧、灵动与梦幻。当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元素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，冲突感瞬间拉满。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单一标签，而是一个立体、复杂、不断进化的艺人。很多人低估了转型这件事的难度，尤其对顶流而言，任何改变都意味着风险，一旦失败，舆论反噬会成倍放大。但王一博选择用行动回答质疑。他用悬崖上的极限动作打破流量花瓶的刻板印象，又用柔美灵动的表现力证明，力量与细腻并不冲突。这正是顶级艺人与普通流量之间的差距，前者追求突破，后者只求维持。悬崖挑战绝不是简单的摆拍。当镜头拉远，岩壁陡峭，风声呼啸，身体悬挂在半空，那一刻的每一次呼吸都真实的可怕。王一博没有替身，没有夸张特效，所有动作都必须精准、冷静、果断。极限运动的核心不是炫技，而是对恐惧的控制。恐惧不会消失，但你能否在恐惧中保持清醒才是关键。王一博的表现恰恰体现出一种罕见的专注力，他不是为了刺激观众，而是在挑战自我极限。那种咬牙坚持的表情，那种在风中稳住身体的瞬间，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挑战象征着他事业阶段的转折。悬崖如同他面对的舆论高峰，一步踏错便是深渊，一步踏稳则是新高度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平地起飞，而是从悬崖边缘一步步攀登。观众感受到的震撼，不只是视觉冲击，更是精神层面的共鸣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愿意冒险、敢于承担后果的艺人，这种勇气本身就值得尊敬。如果说悬崖挑战代表的是硬核力量，那么美人鱼式蜕变则是完全不同维度的经验。那种流动感，那种轻盈与神秘，让人几乎忘记他刚刚还在岩壁上与风搏斗。所谓美人鱼式蜕变，不是简单的造型改变，而是一种气质重构。灯光下，他的眼神多了一层深海般的沉静，动作间带着水波般的柔韧。刚与柔在同一身体里并存，反差之大，让观众产生强烈的视觉记忆点。这种转变背后是长期的训练与自我打磨。舞蹈基础让他拥有流畅的肢体控制能力，而对角色的理解则赋予他情绪层次。观众看到的梦幻效果，其实是无数汗水与重复练习的结果。更深层次来看，这种蜕变象征着他对男性形象的重新定义。力量不必僵硬，柔美也不等于脆弱。真正的强大是可以自由切换状态，是能够驾驭多种表达方式而不失本色。当他从悬崖上的坚毅战士转变为水下般灵动的美人鱼，那一刻，观众意识到，这不是偶然的造型创意，而是艺术表达的成熟。看似两个极端，其实背后有清晰的逻辑。悬崖挑战塑造真实感与力量感，美人鱼蜕变强化艺术感与神秘感。两者结合，形成完整的人物弧线，从现实到梦境，从硬核到诗意。这种布局极其聪明，单一风格容易被消耗，而多维表达却能延长艺术生命。王一博显然意识到，顶流身份只是阶段标签，真正长久的是不断更新的创造力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并未刻意强调突破二字，而是让作品自己说话。没有过度宣扬，没有夸张渲染，反而让观众在对比中自然产生惊叹。这种克制恰恰是成熟艺人的标志。当市场逐渐饱和，观众审美日益挑剔，只有真正具备多重能力的人
才能持续吸引注意力。王一博这次的双重出击，不仅稳固了粉丝基础，也吸引了更多路人关注。很多人仍习惯用顶流定义他，但这场双重突破证明，他正在跨越身份边界。偶像可以依赖光环，而艺术表达者必须依靠实力。悬崖上的坚持是对身体极限的尊重，美人鱼的灵动是对艺术美感的追求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他新的形象坐标。真正令人兴奋的，并不是一次成功，而是这种敢于持续挑战的态度。今天是悬崖与深海，明天或许是更复杂的角色，更极端的题材。只要他保持这种进取心，舞台就永远不会狭窄。观众之所以被打动，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成长的轨迹，不是原地踏步，而是一步步攀升。那种不断刷新自我的节奏，让人期待下一次惊喜。双重突破之后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是否成功，而是如何延续。真正的巅峰从来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王一博已经证明，他既能承受高强度的现实挑战，也能驾驭充满幻想色彩的艺术表达。这样的跨度意味着更广阔的可能性。电影、舞台、极限题材、文艺表达，所有方向都被打开。但机会越多，选择越难。未来的每一步都将被放大解读。如何在突破与稳定之间找到平衡，是他接下来需要面对的课题。不过，从这次双重表现来看，他显然不惧挑战。只要保持清醒与专注，他完全有能力在变化中稳住核心。对于观众而言，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个艺人的表演，而是一段持续进化的旅程。这种成长比任何话题都更令人振奋。当悬崖上的风声渐渐远去，当美人鱼般的光影定格在观众脑海，真正值得追问的问题其实是，这场双重突破究竟改变了什么？表面上看，是一次成功的挑战与一次惊艳的造型转型。但深层次来看，这是王一博对自我定义权的重新夺回。过去几年，他身上始终背负着顶流、流量、偶像的标签。这些标签既是光环，也是枷锁。悬崖上的生死考验是他对实力质疑的直接回应，而美人鱼是蜕变，则是他对单一形象的主动打破。真正震撼的地方在于，他没有选择用言语解释，而是用极端对比完成自我重塑。一边是岩壁上肌肉紧绷、呼吸急促的现实挑战，一边是舞台上柔韧流动、眼神深邃的艺术表达。这种从硬核到梦幻的跨越，让观众意识到，他并非被市场推着走，而是主动选择方向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外在表现上，更体现在气场上。曾经的他冷静克制，而如今多了一层沉稳与自信。那种从容感来自对自我能力的确认。当一个人真正突破极限之后，眼神都会不同，观众的情绪也因此被调动。我们不再只是围观，而是参与见证一个艺人的进化。每一次悬挂在高空的瞬间，每一次光影下的转身，都像是在宣告，我可以更强，也可以更柔。这场双重震撼的真正意义，不是单次爆点，而是价值升级。它改变了外界对他的认知结构，也提升了观众对他未来作品的期待阈值。从此之后，人们谈起王一博，不会只停留在流量层面，而会讨论他的突破与边界。而当一个艺人开始打破边界，他的故事才真正进入高潮。当一个人已经站在流量巅峰，却依旧选择悬崖与深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满足于被看见，而渴望被记住。悬崖象征现实世界的危险与高度，美人鱼象征艺术世界的想象与深度。两者结合，构成了立体而完整的表达体系。这样的布局不是偶然灵感，而更像是一种长线规划，在力量与美感之间寻找平衡，在真实与梦境之间制造张力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这种尝试打开了更多可能性。未来的王一博或许会挑战更极限的动作戏，也可能尝试更抽象的艺术表达。他已经证明自己拥有跨领域整合的能力，既能承受体能考验，也能驾驭美学表达。
但传奇的诞生